听说啊，这个法国的战斗机打下来一个气球，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这个世界啊，就像一个大村子，那谁家有点啥事儿呢，都瞒不住啊。这不，前两天啊，这个村西头的法国呢，突然整了个大动静，咋回事呢？他们的国防部长在网上可劲儿嘚瑟，发了个帖子，说。乡亲们呀，我们的法国阵风战斗机厉害了啊！成功的把一个飘在平流层的气球给干下来了。这可是我们法国军队在高空拦截方面啊历史性的第一步啊！哎呦喂，你听听这个词儿啊，啥平流层，啥战略拦截，啥历史性第一步。听着就挺唬人的，他还拍了一个1分多钟的视频，拍的跟这个好莱坞大片似的呀。就看见这个飞行员啊戴着头盔，第一视角嗖的一下，这个导弹就飞出去了。然后那个画面一转，这个红外图像里啊，远处的小气球就砰的一下炸成了小烟花。这事儿一出啊，这个法国人啊自己可激动了啊，说这是他们空军的巨大突破啊。嘿，我就寻思着，不就是打个气球吗？至于这么兴奋？这事儿吧，新鲜的是新鲜，但是说要是首创啊，那可就得说道。特别是咱们中国早就玩过了，而且玩这事的还是法国人的老冤家，咱们的歼10C。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法国人这次打气球啊，到底是什么水平？为啥一个慢悠悠的气球还得派战斗机去打？那这事儿啊，比表面上看着可有意思多了。好，先说回法国这一次啊，他们派出了2款主力战机，老将幻影2000负责打下手、观察情况。那主角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阵风战斗机。这阵风啊，可是法国的宝贝疙瘩呀，那卖的可贵了呀，到处想推销。他们用的导弹啊，叫米卡中程空导弹，打的那个气球呢，是他们国家空间研究中心放的，飘在2万米以上的高空。那2万米是多高呢？这么说吧啊，咱们平时坐的飞机啊，它也就1万米左右。那2万米呢，那就是飞机的2倍高了，这空气啊都稀薄的不行了。那个地方就叫做平流层。有意思的是啊，法国官方啊神神秘秘的没说最后那一击到底是这个米卡导弹用红外线瞄准打的，还是说用这个雷达照着打的。这就跟你考了这个100分啊，人家问你是怎么考的，你说我用笔写的，这不是废话吗？那具体咋瞄准的他不说，这里面啊可能是有点小心思，咱们后面再分析啊。反正啊，这个法国媒体啊和一些专家就开始解读了啊，说这表明我们法国对极高空这个新战场啊越来越感兴趣了。以后那些飘在天上的什么伪卫星啊、侦察气球啊，都别想安生。听着这番话啊，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没错，这不就是前年美国人演的那一出吗？大家还记得吧？2023年的2月份啊，美国那边闹得沸沸扬扬的气球事件。当时啊，咱们中国一个民用科研气球因为不可抗力飘到了美国的上空，那美国人呀，那叫一个如临大敌啊！新闻是24小时滚动播啊，跟外星人入侵了似的呀。最后啊，他们派出了世界最顶尖的5代机 F-22战斗机，飞到了18000米的高空，对着那个飘在快2万米的气球啊，biu biu biu，连打了3枚最先进的响尾蛇导弹，才把那个气球啊给捅破了。好家伙，那场面啊，全球直播呀！F-22隐身战斗机用1枚几十万美元的导弹去打一个成本可能就几万块的气球，这操作啊，就相当于啊，你开这个兰博基尼去送外卖，不是说不行啊，就是说感觉嘛，有点太隆重了。正是因为这个美国政府啊，当时那么大张旗鼓的炒作啊，全世界的军队才突然哦了一声，反应过来了，原来这种飘在天上的慢家伙，它也是个威胁啊。于是乎啊，各国都开始琢磨，以后要是碰上这玩意儿啊，我该怎么把它给弄下来啊？所以你看啊，法国人现在啊搞的这个试验，很大程度上也是被美国人给点醒了，那属于是补课。这美国人啊是前年交的卷，虽然说有点小题大做，但好歹是实战啊。这法国人呢，今年才开始模拟考。但是各位，重点来了，那不管是去年美国的实战，还是今年法国的模拟考，在咱们中国空军眼里啊，可能就是微微一笑。这题啊，我6年前就会了。时间倒回到2019年啊，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气球威胁论，全世界都还是岁月静好呢。
当时呀，咱们的央视军事频道有个报道，讲了咱们空军一位王牌飞行员叫武辉。有一天呀，部队突然接到了紧急命令，发现了一个不明高空目标。命令下来啊，武辉和他的战友啊，只用了短短10分钟，就把一架歼十七战斗机啊完成了挂弹、通电、检查，然后紧急升空。那这10分钟是什么概念？就是战争状态下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像消防员一样，这个警铃一响就得立刻出发。这武辉驾驶着歼十七啊，咱们的猛龙一飞冲天，很快就到了指定的空域。到了地方一看，好家伙，在他飞机上方好几公里的地方飘着一个白色的球。这个天上是万里无云，就那么一个东西啊，就孤零零的挂在那儿。这经过一番的观察和判断，基本上就确定啊，这个是别国啊派过来搞侦察的间谍气球。但是啊，这个问题来了，那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你想啊，那个气球是飘在超高空啊，已经超过了战斗机正常飞行的最高高度了。而且这个天上啊没云没雾的，没有这个参照物，你用这个眼睛看啊，根本就判断不出来它到底离你有多远呀。就像是你在一个全黑的屋子里啊，那前面呢有个小灯泡，哎，你说那个灯泡是离你有1米远的小灯泡呢，他说离你有100米远的大灯泡呢，你分不清啊。这对飞行员的挑战是巨大的。这导弹发射是需要窗口的，离太远了它够不着，离太近了可能又来不及反应。这武辉当时啊面临的就是这个情况，看得见但不好打，那怎么办呢？咱们的飞行员那可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啊。这武辉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战术动作，叫跃升攻击。他先把这个飞机啊往下飞，一个俯冲，把飞机的速度提到最大。这就好比你荡秋千，你得先往后使劲才能荡得更高啊。然后呢，在这个最低点，它猛地一拉操纵杆，这个飞机就像一头猛龙一样昂首冲向天空。就在这个飞机啊冲到最高点啊，速度即将消失，将要往下掉的一瞬间，这个瞬间窗口非常非常的短。武辉果断按下发射钮，空空导弹拖着尾焰直扑目标，轰！那个白色的气球啊，就在几万米的高空被精准命中，瞬间就瘪了。大家看看啊，这是什么？这是2019年的实战，不是演习，不是实验，是真刀真枪的把一个有威胁的目标给干掉了。而且啊，我们的飞行员武辉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局面，靠着自己的经验和胆识，以及我们国产歼十七战斗机的优异性能，干净利落的完成了任务啊！所以你说，当这个法国人今年才兴高采烈的宣布啊，我们成功的打掉一个气球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有资格拍拍他们的肩膀，像个老大哥一样说：“法法呀，不错不错，有进步哦。”说到这儿，可能还有朋友不理解，那不就是一个慢吞吞的气球吗？怎么搞得跟打外星飞船一样啊？哎，这个问题哦，问到点子上了。这个高空气球啊，它是看着人畜无害，但是它有几个特点，让战斗机啊打起来特别的别扭。刚才咱们说了，这玩意儿喜欢飘在2万米左右的高度，那这个高度呢，对大部分的战斗机来说，它已经是天花板了，是极限的飞行高度。F-22、歼十七、阵风都得玩命的往上爬才能做到。为啥呢？因为空气太稀薄了。这战斗机的发动机啊，需要吸入空气和燃料混合才能产生推力。这空气少了，发动机它就喘不上气，推力也就大打折扣。这个战斗机的翅膀和舵面也是需要空气流过才能控制方向。那空气少了，这个飞机啊，它就跟在冰面上开车一样啊，方向盘不听使唤，特别容易失控。所以这个飞行员在那个高度飞行啊，那精神是高度紧张的。这个飞机它也是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事儿。那既然这么难，为啥大家非要练这个本事呢？原因啊很简单，时代变了呀，这战争的样子也变了。以前大家抢的是什么？制空权，谁的飞机厉害谁就牛。现在啊还要抢制天权，就是天空和太空之间的那片临近空间，那些高空气球、平流层无人机啊，还有所谓的高空伪卫星。他们能以很低的成本，在一个地方的上空飘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进行这个侦察啦、通讯啦、监视了，这不就成了一个悬在头顶的天眼吗？谁家的头顶上愿意被人天天这么盯着呀？所以，能不能把这些天眼打下来，就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空军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领空纵深的一个标准。这关乎到未来的情报优势和战略主动权，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都在暗中较劲儿。现在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法国这次打气球秀啊，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啊，他们能打下来，证明他们的阵风和米卡导弹在技术上是过
过关的，是可行的。法国这次把打气球吹成了高空作战里程碑，但就在上个月这个坊间一直有个传闻，说他们的阵风战斗机在某次交流演习中被咱们的监视器给上了一课，输得挺惨。当然了这个事官方没证实，但是无风不起浪这就有意思了。哎，你这边刚在空战对抗里输给了监视器，那边就赶紧找个气球打下来，然后大肆宣传我们也能打这个高空目标了。那更扎心的是你用来秀肌肉的这个项目打气球，那个把你打败的学霸监视器它早在6年前都已经在实战里拿过满分了。这就叫优秀的人在每个领域都比你优秀，这种感觉恐怕只有法国人自己心里最清楚了。从法国人这次高调的打气球实验，咱们就能看出来这个未来的天空那绝对是不会平静的。围绕着平流层这个新的战略高地，各个大国之间的技术竞赛和军事博弈也才刚刚开始。我们不惹事，但我们不怕事。不管是飘在这个天上的气球，还是说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威胁，我们都有能力、有信心去保卫好我们头顶这片蓝天。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